所以下次你在纠结什么有车位没车位，这个是机械车位啊，机械车位又分很多嘛，这个是什么机下车位这是机械平移，这是怎样来问我没什么好问的，那个你自己看嘛，那个地段好不好，好你就买哦。有没有车位你要先上车再说，因为车位这种事情都有所谓的解法。如果你今天买到的房子有重大的缺陷，我乱讲哦，比方说它就是3房2厅，结果2间房间都没有开窗户，都是暗房，那这种东西叫不可解的。那我们要买就是避开这种东西。那车位这种事情它都是有解法的啊，没有你就同个社区租嘛，同个社区租满了，你就同个社区买嘛，同个社区没有在卖，你就附近租嘛，都能够去解掉用车的需求这一题。像我说的，你2间暗房你砸下去这个墙后面别人家，那你怎么办？然后这种东西就是无法改进的缺点，那就算了，那我们就要跳过。车位在我看来是都有解法。车位很重要吗？颠覆你的买房认知哦。先说结论，地段好比车位更重要哦。如果地段好没车位也要上啊。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哦。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年薪快150万，为什么不敢买房？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车位到底重不重要？这次我们来聊一个会员问我的问题，内容描述一下，就是说如果附近或同栋大楼有车位可以承租，可以先不考虑车位的问题吗？那它有3个选项在考虑。第一，屋龄轻但没车位；第二，屋龄中机械车位；第三，屋龄老平面车位。先说结论不一定，主要还是看地段。如果地段很好的话，就算没车位的房子你也要先上，因为你之后是可以慢慢看怎么样去买到同社区的车位，或是就是车位很紧俏就是买不到，但你要先上地段好比较重要。但是地段不好的地方，就算有大的平面车位，它也不会卖得比较快，所以我们还是以地段为第一考量。那车位到底是平面的还是机械的，没有那么重要。机械车位也叫做有车位，所以你到时候都是好脱手的。你不好脱手就是变成说，然后社区有在卖平车，然后你也是机车，然后你比较卖的比他还晚，大概就这样而已。所以你要知道，没车位的房子就卖不掉吗？那我跟这位会员在聊天的时候才发现说，我好像之前没有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之前影片有强调说，3房要有车位，2房可有可无，这本身这件事情是成立的，但有一个前提叫做地段要好。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如果你看到一个社区你觉得超棒，然后你已经等2-3年了，那刚好释出一个3房没车位，要不要买？买啊，不然怎么办？就该买下去，因为好社区难等啊。那你要等到一个好社区啊，就刚好又有房啊，又有车位都绑在一起，好好的给你，那个很难等的事情。对，所以我是建议你看到好社区，你长期关注的有抛出来没车位，你就要先上了，就是这样。好，我们做中古是这个看法啦。那如果你就一定要绑了好好的车位，那你就去看预售嘛，预售你还可以挑车位。好，那假设你又没等到怎么办？也不能怎么办啦，你还是卖得掉。我们说的不好卖，具体的表现叫做你有车位，所以1个月再看就很多组，然后你就卖掉你没车位，你可能要卖到3-4个月这样，你还是卖掉啦。对啊，你也没有特别的便宜把它卖掉啊，因为下一手如果要接这间房，他会想说要等车位什么有没的，所以你会卖得慢，但你不是卖不掉。房子不好卖这件事情没有那么严重，你就卖久一点，反而是市场中很多的说法声音都说没车位的房子不好卖，可是根据我自己的实际操作来说，不好卖就是卖比较久，多卖个2-3个月3-4个月，对你来说有差吗？所以我现在一律认为房子不好卖就不好卖，就给它放着就慢慢卖就是这样。最后你要知道地段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再聊一次地段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会一直强调地段？因为地段好，它在操作上的容错率就会很高。什么意思？就是你地段好的房子买卖速度比较快，所以你就算你是第一次买房你买地段好的房子，结果发现这个社区管理上什么问题，或邻居是个怪人或什么，你要找人接手的速度也比较快。再来是因为大家都买卖的很快，所以价格也跑得很快，而且它在银行眼里是个好地段的房子你在买的时候好贷款，你的下一手也好贷款，所以都没有什么重大的问题就是了。像之前房市很热的时候，开底合一开价就是成交价这种事情，也都是发生在地段好的房子身上不然你觉得会是山上的房子跑一个开底合一吗？如果有，那就是诈骗集团要拿去做机房或干嘛了。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买房新手，那我推荐你把买地段好的房子作为第一优先的选项，因为这样你至少会保底嘛。那你说它比较贵，对，比较贵就比较贵啊，当然贵，因为它地段好啊。可是日后它遇到问题的时候，你要脱手你就脱掉。就算你现在看起来比较贵，5年以后、10年以后，你就会说，2024的价格还是有点甜。回想起来，好啦，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讲车位到底重不重要？那我先跟你分享了一个会
会员问我的问题。他问我说，现在有3间房子在选，屋龄轻没车位，屋龄中机械车位，屋龄老平面车位，要买哪一间？那我的看法是地段，你去买地段相较起来最好的那一间。假设你觉得这个没车位的社区地段超好，很想进去，那你就给它买下来，因为未来你可以在那个社区里面挂车位，慢慢你说你要买啊，那个都等得到哦。那你买不到，你也可以租啊，租车位。你这个大楼租不到，你隔壁大楼应该也都租得到啊。所以车位这件事情是不用太过担心的。到时候你要卖也蛮好卖的，真的不要听外面的人在想没车位卖不掉，屁了这么多没车位的在成交是怎么样？不用太担心，地段好比较重要。比方说高雄，我在的高雄，你在农16没车位3房会怎样吗？我跟你说其实不会怎样，你还是卖得掉啊。而且你在卖会有相对一个优势，就是你比较便宜，因为你没那个车位的价钱你比较便宜，你的带看会很多。然后车位你放心啦，买方会自己说服自己没车位那我先去租没车位那我再挂在社区慢慢买那没车就看要怎么处理，就这样这件事情就过去了，所以不用太担心。那我最后分享了我对地段的看法，我会推荐新手要买就是买好地段房子，很重要原因是因为它容错率很高，你买到鸟鸟的东西那也没差，你还是卖得掉地段好就卖不掉地段不好但壳区那你就完蛋了，那你就是真的要一路住套房给它住到底了因为你会卖不掉。那好地段容错率高，你买了以后不喜欢不适合很快都卖得掉，不用担心什么有的没的，这是给你做参考。对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 50% 是自住换屋那 50% 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那前面讲到那个 50% 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那 50% 的财富传承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财富传承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我居然还有观众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 OK 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说都会拍重大建设嘛，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 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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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个 go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
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哦。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啊。那高雄的重大建设，我还做了一个高雄重大建设加美食地图的 Google Map 哦 ，Map 地图啊，反正你点开那个地图，就是我做的那个重大建设地图哦，跟很多那个 YouTuber 不是来拍来吃高雄，对不对？那些他们吃的店，我都把它点出来，这样都插在地图上。反正就是美食跟重大建设哦，都摆在一起。你要来高雄玩，还是你要看房子，那你都可以参考这张地图哦。这个我也花蛮多时间做的哦。那我自己也用得很开心哦，因为我就是平常没事我都看那些 YouTuber 吃吃喝喝我去吃这样。好，那使用的方法哦是，你要去我的那个影片的资讯栏哦。复制那个连结，然后贴在你的手机浏览器上，打开来看才会正常哦。你直接点那个连结哦，它会内建打开你的 Google Map 哦，这个 App 那不对，那打开来哦很多问题啊，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你就是用浏览器开哦，就复制那个地图连结，再贴到浏览器去打开，这样才会正常哦。好啦，以上台北的 LINE 哦，高雄的 LINE 哦，重大建设跟美食地图你都有了。那就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讲八卦哦，讲到车位啊，就是我不晓得这个要怎么说才是正确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版本，但我自己一直以来我就是认为买3房要有车位，买2房就不要买车位。如果你看中的2房它有带车位，那你就一起把它买下来，可以的话先去选2房没车位的。那我的立论基础是说我自己的经验，就是说3房会来住3房或者跟你出租3房的那个租客，他都一定有车，不然他不会用到3房这么大。我们以下的讨论我们先讲一个前提，就是不要拿特例看同例。每次都那个莫名其妙的那个逻辑崩坏的人来我的 LINE 里面来吵说没有啊，我的租客就是住3房，然后他们3个都骑机车啊，所以你讲是错的，莫名其妙。那个是特例看同例那我就懒得跟他讨论。好，总之啊，我们以下都不要拿特例来看通例，什么样子的租客他来住3房我都认为就是有车子的租客。你在住3房可是你没车的，这种人是少的，非常少的。好，所以他不能代表整个市场。但什么样的租客住2房，有车跟没车的都有，然后没车的占大多数，至少我自己执行的经验就是这样。我的2房租客都骑机车，然后往往都会跟我要求有没有多1颗机车停车位，就是他们2房可能就2台机车，一般来说一户大概就配1个机车位嘛，我也不知道你要去抽，你要去问呢，你要去干嘛这样。好，对，那3房的租客都会必定要有车位。3房的租客如果他有开车他今天在市场上找他没有办法去接受那个没车位的。他就有车啊，对啊，所以他们要租一定要租有车的，所以3房你买车位就对了，因为这个能够让你在出租的阶段你就获得优势。会来租3房的租客有很多种样态，那最常见的是什么？小夫妻或还没结婚或是带小孩的正常家庭就对了。只要有小孩这样宝贝出现的话，那就会有车位的需求小孩那么小啊，就是要安全座椅，就是要干嘛？那当然台北市已经找得到很多住3房也没车位的也是家里在住住得好好的。台北市是个变态的市场，我们就先不讨论。至少我在的中部南部你3房你就是有车位给人家就对了，你也比较好租，那你到时候要卖也会被人家优先考虑。但是3房你买不到车位也没有差，只要你地段好的话我们会做一个处理。我自己是没有啦，我是帮那个我同学弄的，就是他是3房可是他没有车位，那他为什么要买？就是因为他说就便宜很多啊，就不用买那个车位的钱啊。中南部的车位加一加上去也是100多200多呢，然后就说不好出租，那因为来的人都问有没有车位，然后他请我帮忙处理，怎么处理？就去社区里面说我要租怎么做？我就去问那个管理员一个社区是这样在卖车位的人通常很少，但在租车位的人通常很多。通常我说的是中南部一样，不要拿特例来看同例。那就问一问，然后那个管理员说好像有吧，我帮你打电话问问看。好，就有一个车位了。然后中南部的车位租起来很便宜所以他就是3房挂车位在出租，那个车位是他帮租客租的，这样就解了。到时候再卖，他当然没有车位没有车位有什么关系？你没有车位，你地段好或是一个好学区，人家还是会买没车位就认了嘛，就自己再去租一个或是怎么样。没车位这件事情没有那么严重。然后还有人会投资来买停车位，就是把停车位视为一种那个投资标的。我个人认为这个东西如果你要做，你在台北你可能比较有能力
比较有那环境去做。你中南部你要去炒停车位，我没有看谁炒得起来的，顶多就是做超贷，超贷这种事情就违法。有一些社区会有那种莫名其妙，它就是只有车位单独在卖，可是你一次要买8个车位之类的，车位是有权状的哦，因为他吃到一点土地嘛，然后那看怎么样，然后去干超贷的事情。但现在也非常的少了，所以在中南部停车位这事情就死了心吧，就没有什么好做的。那回到我的原则，叫做3房要有车位，然后2房可有可无。那有车也不见得比较好租，真的，因为人家觉得说你的那个租金比较高，那他们都骑机车的，干嘛去负担那个？他不想要租车位，问题一堆。对，我目前在中南部我是这个样子，那跟你分享。所以下次你在纠结什么有车位没车位，这个是机械车位啊，机械车位又分很多嘛，这个是什么机下车位这是机械平移，这是怎样来问我没什么好问的，那个你自己看嘛，那个地段好不好？好你就买哦。有没有车位你要先上车再说，因为车位这种事情都有所谓的解法。如果你今天买到的房子有重大的缺陷，我乱讲哦，比方说它就是3房2厅，结果2间房间都没有开窗户，都是暗房，那这种东西要不可解的。那我们要买就是避开这种东西。那车位这种事情它都是有解法的啊，没有你就同个社区租嘛，同个社区租满了，你就同个社区买嘛，同个社区没有在卖，你就附近租嘛，都能够去解掉用车的需求这一题。像我说的，你2间暗房，你砸下去这个墙后面别人家，那你怎么办？然后这种东西就是无法改进的缺点，那就算了，那我们就要跳过。车位在我看来是都有解法。当然3房平车这东西以现在的市场版本来说还是无敌的。为什么？因为2房实在太小了。你自己去看，现在新盖了2房，一对情侣在里面生活，东西就乱七八糟了。再生个小孩，在干嘛的话，绝对会走到换屋需求这里来的。所以我的流派就是买3房平车来等他们换屋主。年轻人喜欢新房子啦，但是他们有住过新房子以后，有那个经验以后，就很能接受中古屋了。就是没有自己买过房子，在住过房子的人的年轻人，他们一律都要新房子。但是一旦住过新房子以后，就会觉得中古屋也很可以接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观察起来是这样。那你到时候你的中古3房平车，你就等来卖他们啊，都能获得不错的结果。所以我的判断是3房你买车位就对了。那尤其是在中南部3房的车位，除非又是地段超好，然后你现在好不容易抛一间出来，就它没有车位，那你也要吃。然后在持有的过程，你会出租5年嘛，慢慢去解掉车位这件事情，就帮人家挂买一个或是就帮人家维持这个租期里头你都有车位，或是怎么样，你去用变相的方法把它解掉。地段好还是最重要的啊。那当然最理想的情况就是地段好，3房平车，那也 OK 啊。平面车位还是大家最喜欢的东西，给你参考。